Hey Maxim, come. Good boy. 这两天果园里边的桃花已经都盛开了，看看特别的漂亮。这两棵都是水蜜桃，这棵是培养成主干型的，那边那棵是自然开心型。这棵是盘桃，当时剪枝的时候剪得比较狠一些。上边的花没有刚才那两个多，不过呢，花虽然少，到时候结桃可不是少的，因为桃花开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最后还是要疏花疏果的。这边的杏树只有零星的白花还在上面了，因为杏树每年开花是最早的，这会儿花已经都谢了，都落掉了。近看一下这个枝头，上面花瓣几乎全都落光了，很快小杏就长出来了。不过这杏树开花早呢，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倒春寒到来的时候，如果结了小杏，那就全都给冻死了。2-3天之后呢，看天气预报还有个零下2-3度的样子，那应该就是今年比较严重的倒春寒了。希望这些花能挺住吧。一般如果是这种花瓣的话，2-3度，零下2-3度可能还好。如果是花已经落了，那基本上就会被冻死掉了。我这些年种桃树呢，几乎是没有遇到桃子被冻伤、冻坏的情况，几乎都是有不错的收获的。嘿，小马，你又吃小麦去了，好吃吗？Maxim 最爱吃这些麦秆上长出来的小麦苗了。他也知道什么草是好吃有营养的，什么是不好的。像杏树，我也是种了好几年了，还从来没有成功过。每年的杏花开的要比今年早多了。这个时候，像去年、前年都已经结了小杏了。如果是下周来次倒春寒，那基本上就都冻死了。今年是一个冷冬，所以这些果树普遍开花比较晚。这杏树呢，这不才刚刚的花瓣落下，这小杏还没有形成。我不知道在下周零下2度是能不能扛住。希望今年不一样，有点不错的收获吧。这新栽的李子树才几天的功夫，上边的叶子呀、芽呀就都抽出来了，长得是真快呀。这边小的杏李树上面的小白花也都开了。别看树小，开的花还是不少的。这棵向心李当时是把其余的分支剪了，留了3个分支，其中一个上边也开了不少的花。不过像这种果树呢，开花结果是没有必要的，主要是让它来培养枝干。这种小桃树上边的花也已经开始开了，那边那棵冬剪的时候都几乎剪秃掉的，上边仅留了一些小枝，也都开花了。这边小的山楂树，山楂树去年春天种下来，长到现在才长这么大，几乎就没增长多少高度，就是这么一截儿。不过看虽然是小，但上边也有花苞了。这个还有这边的，这很快山楂树也要开花了。这一棵是我院子里最大最老的桃树，它也是所有桃树里边最早开花的，现在已经不是盛花期了，已经开始长叶子长芽了。看看这花瓣呢，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水分了。看这样子，再过几天可能这花瓣就要落下来了。这边这棵是油桃树，这油桃树开花相比较来说稍微要晚那么一点点吧。看上边主要都是盛开的状态，还有不少是这种花苞。这估计下周倒春寒的时候，可能这些花苞还没有完全开放。这几天最喜人的是院子里边这4棵不同品种的亚洲梨树。像这去年种的2棵很小的梨树，也开了满树的花。看这枝头，全是花啊！到时候每一穗上边留那么一个长得比较好的边果，可以适当的留几个果子，尝尝什么味道。这边的这个品种呢，开的花更多。
从上到下几乎是开满了，而且梨花还是特别香，走过来就能闻到梨花的香味儿。这感觉像是一个观赏植物了。相比较之下呢，这2棵大一点的梨树上面的花开放的还没有刚才的盛，好多还是花苞的状态。估计再过个2、3天，上面的花就全都盛开了。可能到时候再过来看看，应该是更漂亮，满树应该都是雪白的了。这边这棵也是，还是有好多没有开放的。李子树远远望去已经看不到多少花了，叶子开始长出来了。那李子树是仅仅比杏花开花稍微晚了一些，属于我这园子里边第2早的。现在走近看的话，看看大部分都是谢掉了，花瓣落掉了。哦，已经有虫子来了。还有一部分的花还是开的，估计是一场风或者是一场雨下来，就都落光了。现在能看到的开的最好的就是这一簇了。看这样子，只要今年把病虫害防治好了，今年李子自由是没有问题了。当然，桃子自由早就实现了。这几年水蜜桃吃了不少，这水蜜桃的味道还是相当不错。今年应该能有更多的品种的桃子可以尝到了。苹果树呢，从远处看还是光秃秃的状态，就比其他的树看起来没有那么美观了。别的树都是满树的花，就只有这苹果，只有走近了才能看到。像这种花苞，这边这一串的花，估计等它们盛开还得一阵子了。这属于是果园里边开花比较晚的了。仔细看上边还是不少的，这些好多好多，像莲花一样，基本上都是类似的状态。一个顶上边出来5个小花苞，属于这种含苞待放的状态。这种小苹果树，别看它个子小，上面花苞也是不少的。看这每个小枝上面都有好几个。这些，这个也是，这都已经散开了，马上就要开放了。看这个枝上更多一些。这一片的果园，这些树里边呢，唯一见不到绿芽也见不到花苞的，就是这柿子树了。柿子树每年都是特别晚才会长叶子，这还要再等一阵子了。这棵去年新栽的柿子树，如果仔细看的话，靠近下边，估计这地方比较暖和，已经能看到这小绿芽开始萌动了。我这几天可能还要再把它给罩上，这样的话省得下周零下2度再给这些芽子冻伤冻坏。我这园子里边有好多好多的蜜蜂在这采花粉，不过今天看到的是这桃花这儿好多好多的大马蜂啊，都是那种又黑又大的那种大个马蜂，也在这儿采花授粉呢。这些蓝莓呢，老早就有花苞出来了，但到现在还没开放。不过看这样子，很快了，这都有花苞鼓出来了，一串一串的。这边的这棵也是，看看这红红的都是花苞。这些大地种植的蓝莓状态和刚才花盆差不多，可能花苞开放状态还要更早一些。看看这已经要开了，这种都已经由红变成白色了，很快就要打开了。这无花果树现在还是没有动静，前一阵子看下边靠近叶子部分有一些小芽，看着是挺饱满的，后来可能又被冻死掉了。我不知道这上边的部分能不能活下来，可能大概率又要都给它剪掉，重新从根的地方发芽了。这些今年才刚刚新种的很小的蓝莓苗也都已经开花了，叶子也长出来了。这个等到零下2度那天，我得早一些把它保护一下，否则的话是容易会被冻伤的。桑树远处看也是光秃秃的，走近呢还是有一些绿色的痕迹的，像那边的这个会更明显一些，这种已经开始发绿了。山楂树远远的已经能看到一点点的绿色了，走近看看这枝头，
满是花苞啊！再过一阵子，等花都打开了，这山楂花还是相当漂亮的。这是又一棵，看看，将来开花了再过来看。香椿树这几天暖和，上边的香椿芽也已经发出来了。不过我们很少在这个时候能吃到这第一批的香椿芽，因为它很快，下周如果零下2度，这些就全都冻死了。而这2天又不足以让它能长到可以掰的状态，这可能只能等第2批了。有的时候第2次如果再倒春寒一次的话，那还是没有。一般要到4月底或者是5月份的时候，才有可能采下来了。小马，你要进来呀！这边这棵樱桃树，我刚刚看到也已经开花了，但开的还不多。像这种开放状态，这儿也有，那边还有一些。然后上边呢会有好多花苞，但还都没有完全开。这边也是，都是花苞，再过几天应该就开了。看这一簇上面有好多的花苞，希望今年能吃到自己种的樱桃。另外的几棵樱桃树都还很小，估计能吃到樱桃还要再等一段时间。像这种去年还被鹿给我啃了一次，这种回头还得再拉枝，把它给撑下来。这边的也是，也还都没有拉枝呢。这樱桃发现只有把枝完全拉平拉低，才有可能开花结果，否则的话，这到了年头，它这种花呀，或者是坐果也非常有限。前面几棵都是那种大的甜樱桃，这棵是色樱桃，是小樱桃。这棵去年种的蜜罐枣，现在看看，仔细看那芽点，还是能有一种萌动的感觉的。不过远处看就完全看不清了。看这小马又到菜园子里边拔这些干了的菜叶子了。它拔下来之后，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挺喜欢吃的，看，真的在吃。这是新种的小梨树，刚才那些大的都是亚洲梨品种，这个是欧洲梨的品种。那边还缺了另外一棵树，我还没选好呢，需要选一棵和它相互授粉的，这样的话2棵才能长得比较好，否则的话可能开了花也结不了果。这边软枣猕猴桃也发芽了，看这叶子已经有冻伤的感觉了。那边也是，现在气候还是忽热忽冷，冷的时候就到0度或者是0度以下，这些发了芽的很容易就被冻伤了。这边的这几棵葡萄树呢，我仔细看了一下，看像这种呢，它的芽苞已经鼓起来了，应该很快这芽子就长出来了。但是有一些还没有动，哦，这儿看得更明显一些。看看这芽苞，别看这葡萄树它发芽慢，到时候长起来可是非常快的呀，很快这一片就全都是葡萄的枝叶了。枣树跟那边柿子树似的，光秃秃的。这些枣调想找一个反青反绿的芽子也挺难的，几乎是看不到。估计要仔细找找，可能是有机会能找到。看，像这种肉眼看能看到一点点的绿色。枣树发芽呀也晚，开花也晚，最后长枣收获也晚。我这有机菜园 Maxim 看起来是非常喜欢，能找到好多好吃的。不过我感觉他对这些绿叶子菜不是特别喜欢，但是喜欢那些根茎的。这边这一片都是前年的时候种覆盖作物，一直让它自生自灭的。现在长出来，这一片一片长得最好的就是羽衣甘蓝，这些是可以吃的，嫩叶呀，还有像那种小的嫩的花苔都是可以吃的。这种应该是芥菜，下边是长很大的芥菜疙瘩的。当时的覆盖作物里边是既有菜也有草，还能看到一些草的品种，三叶草什么的也都活下来了。但是我仔细找了找，这豆苗呢，确实是没看到。像这些三叶草活得还挺好的。豆苗当时虽然也打了好多的种子，但我估计大概率被鸟或者老鼠吃掉了，
所以最后能发芽的不多。看 Maxim 吃的多香啊！这种小草现在也发现不少，也是当时种的覆盖作物的品种之一。看这一大棵羽衣甘蓝，长这么一大片。现在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，我这果园呢，每隔几天就能发生很大的变化。过一阵子又有一批新的花会开，到时候再来一起看一看。然后就是果实啊，后边慢慢的变大变成熟，那个时候应该就更好了。最近也打算开始把地上空余的地方利用起来，种一些豌豆啊、雪豆啊、甜豆啊之类的。然后到4月中旬的时候，再种一些毛豆，还有那种不需要爬藤的豆角、四季豆什么的。那边架子那儿呢，到时候种一些豇豆。今年是比较佛系，没有那么早种菜，想等一等。其实主要也是太忙了，事儿太多，有点顾不过来。所以我今年呢，应该还是采用极简种菜法吧。到时候就重点多种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豆类，还有玉米，这些都容易种也容易管理。然后就是自己比较喜欢吃的绿叶菜，稍微的种上一点点，像是番茄呀，还有黄瓜之类的，也肯定是一定会种的。等过了霜冻日，再把西瓜和甜瓜的种子也撒一些种下去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其他的到时候再想想吧，种太多了也吃不了。主要还是维护管理的时间成本是有点太高了，这种多了管理起来麻烦，最后吃不了浪费也是没必要的。像是各种各样的豆类啊，还有包括西红柿，这些是不会浪费的，因为吃不了的话也可以收获下来，拿热水一烫，或者是像西红柿直接就可以切块装袋冷冻。我们现在冰柜里边还有一些呢，一直能吃到第2年有收获。那味道呢，还是远远要比超市里买的新鲜很多，哪怕是冻过的，也要好吃很多很多。Maxim 在吃羽衣甘蓝，最喜欢吃这半干半湿的杆子。我看它上面的叶子也给吃掉了，它应该是不会缺维生素了吧？